好，回到节目，我们来看的是俄乌的最新局势啊。目前看到有关于俄乌和平草案的版本啊，简直是一日数变啊。从我们原先所讨论到的是提出了28点，到后来呢变成了19点，到现在呢美方又有最新的版本。现在是众说纷纭，也有不同的解读。那普丁这边呢，最新的回应是说，大致上是同意美方的版本，而且是把美方的版本当作他说是一个起点啊，意思说他先定锚了，他告诉你说就从这边开始谈起啊，那也别想再讨价还价。但是同意的点是什么哈，也没讲清楚说明白。不过倒是画出了一个底线。普丁说，乌克兰如果想要和平，就要把顿内茨克、卢甘斯克啊这些俄语区。就是这些土地呢，就还回来，就是我已经打下来的，你就不用想再拿回去了。那如果这些地区现在的乌军不撤军呢，他就继续打到底。普丁更强调，俄军的行动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这个话真的很狠啊！但是让人震撼的是哈，现在这个美国的最新和平草案被爆出说，川普的特使啊 Witkoff 他在录音当中啊松口说，乌克兰要割地换和平，而且不止顿内茨克，等于是美国自己承认，俄罗斯已经成功的把美国逼到了谈判的底线。现在是反而美国提案要乌克兰来割地求和，所以普丁说他大致上是同意美方所提出的这个版本，但现在这个版本内容是一直在修啦，不可能是最终的定案的啊。那最后会不会讨论到最后就变成说讨论个寂寞啊，还是没谈出了一个什么？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我觉得有可能，这个还是要看最后俄国跟乌克兰态度。不过，我觉得俄国已经没有什么好争执的东西啦，因为在28点，如果它是一个虽然会改，但是我相信它政治方向非常明确。第一个是乌克兰它不能进北约，对，然后北约也不东扩，然后这个现在就是美国会保证现状，就是俄罗斯所占领的土地通通归俄罗斯，就是画在现在这个停战线这边哦。那其实就是乌克兰丢了大笔，克里米亚岛还有它战后所失去的这些土地，全部要给俄罗斯。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基本上，假设这个和平协议真的通过，它就是大赢家。但是这个就回到当时泽伦斯基跟川普不是在那次碰面的时候，大家都记忆犹新，就是被川普跟 Vance 骂了一顿啊。对。那川普就说你是想世界大战吗？还是你要继续做绞肉机？这两个选项在川普的 list 上应该都没有，因为川普的承诺就是他要赶快结束这世界上的几场大战，所以我相信快要期中选举，他一定会有压力，就是我有兑现承诺的压力。所以28点原则，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抛出来。从样态上看起来，就是乌克兰几乎是完全被出卖，那俄罗斯拿到很大好处，所以我觉得俄方的统一的机会很大哦。那至于乌方有没有办法完全的接受，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他会不会就是各方都接受的一个关键点。对，所以现在不变的就是不管你是28点啦，接下来有19点啦，甚至最后修到可能只有10点哈，就是综合以上的，不管是几点啦。不变的就是不可能会加入北约，乌克兰部分啊，再来就是至少现在打下来的俄罗斯打下来的这些领土也不可能归还给乌克兰了，因为乌克兰的话，这个现在我看数字上面是1/3的土地，这个领土都被俄罗斯所目前是占领的哈。那现在还看到了乌克兰的内部啊，最近真的是贪腐连环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泽连斯基最贴身的幕僚长叫做厄尔马克呢。最近就传出了他因为涉嫌超过30亿台币哈，折合台币大概30亿的贪腐回扣案被严格搜查。那他还是乌克兰的首席谈判官，他曾经代表乌克兰出席过美乌双方的日内瓦会谈。而之前呢，本来就已经爆出来的2位部长哈，这也是贪腐，都揭露呢是跟泽伦斯基啊关系匪浅。那现在呢又烧到了这个泽伦斯基的贴身幕僚长。使得现在泽伦斯基啊是深陷贪腐的疑云，但是大家在想说这个时间点会不会怎么会这么刚好呢？怎么会打到这个现在又在谈？那一方面呢又传出这个贪腐啊，这好像是一个非常精心策划的剧本。先前莫斯科也一再的主张说，泽伦斯基的政府啊，其实因为他的总统任期已经超过了，但是你没有举行大选，所以你的总统是不具合法身份，没有正当性。那现在呢？贪腐连环爆，好，所以Russ 你觉得，如果你是泽连斯基，这个议题我们过去有讨论很多次了，就是说，如果泽连斯基不能接受
其实是美国的条件，就是美国的和平条件，他可以选择下台了。那现在自己辞职嘛？自己辞职，这个我很多次之前有讲过，对，有讲过了。对，他真的有这个选择了。那如果美国给他压力说，真的现在时间到了，你真的要停火，而且部分的领土还是要接受，是不是法律要接受？但是实际上你要接受是5天起会有俄罗斯占领，你必须要接受。那如果他不接受的话，他有辞职的选择，早就有这个选择，现在又有这个选择。他在刚刚马老师讲说，跟川普在白宫那次谈的时候，已经被川普告知说你已经没有牌了哈，现在一定是更没牌了，连可能这个衣服都拿出来典当了哈。那我要问的就是说，你觉得泽伦斯基他现在光考虑他个人的部分，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一定是在谈条件了。所以最好的选择其实还是辞职了。如果他真的不能接受，是在我在任内我在位的时候同意我们国家领土部分领土让给俄罗斯。如果他真的不能接受的话，他就可以辞职，然后这个可以固定他的历史地位。说那个条件，我是打仗几年，3年多了，但是美国给我压力，让领土给俄罗斯，我不接受，我就辞职，然后让下一位。那看看这乌克兰会不会，因为到目前为止其实是没有一个算是政治领袖，不管是哪个政党哪一派站出来说，这个交换是我们乌克兰人该接受了。为了停火啊，部分我们国家领土，而且不只是俄军目前占领的领土，是更多对还没有占领的领土也要给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乌克兰政治人物说这个条件我们该接受了，但是或许会有。何老师觉得呢？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的是，泽伦斯基，如果我是泽伦斯基的话，我想说你要先保护我的人身安全啊，因为我怕我下台以后呢，我的性命会有危险。还有呢，我可能要寻求政治庇护，会有这样的一些讨论吗？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果对泽伦斯基来讲的话，他是这个就像您刚刚讲的哈，他输到脱裤子了哈。那如果这样在这样情况之下签订和平协定的话，我相信泽伦斯基对不对？他在乌克兰大概留不下来了哈。那所以就是说，他等于是被丢包了一样哈。那但是我们看这样一个结果哈，就是我们。这个来回顾，就是俄乌战争刚冲突的时候，对不对？那大家去制裁俄罗斯，然后去支持乌克兰，结果最后白忙一场。整个俄罗斯还是在这个俄乌问题上面，他要到本来川普他所设定的，那俄国就是重返黑海，对不对？那就是说，那这个对欧洲来讲的话，这当然是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哈。那个就是让我们常常在讲哈，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对，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从这个北约国家来讲的话，对不对？乌克兰有事就是欧洲有事，那欧洲有事，他们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你美国也是北约，你美国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问题是现在美国也不想啦，美国要你欧洲防卫自主，所以你欧洲各国你也要提高你的防卫预算。可是欧洲过去已经好日子，欧盟已经好日子过太久了，他们在防卫上面过去过于依赖这个美国，他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一个，特别德国跟法国，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他去扛起整个欧陆的这样的一个防卫自己的这样一个责任，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问题。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最倒霉的是乌克兰，但是最紧张的是欧盟。对，您提到最紧张的现在是欧洲啊，欧盟、北约啊，这个现在因为俄乌，我们感觉好像快要进入到尾声阶段了，但是呢，现在又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论啊，那到处在传啊，比如说法国方面已经在警告说大家要准备失去孩子了啊，德国方面呢也重启征兵。东欧国家正式警告说，俄罗斯要进犯欧洲，大家要小心了。可是普丁最近讲了一句话哈，彻底的就是打脸了大家哈。他说，任何关于俄罗斯侵犯欧洲的说法都是荒谬的啊。因为我们常常在讨论一件事情，说俄罗斯如果真的要说要侵犯这个欧洲的话，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要么就是看能力，要么就要看有动机啊，你的意愿是怎么样。那所以呢，欧洲各国整军备战的同时哈，可是各国的国内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的有反战的声音、反军费的声音。普丁现在还没有对欧洲怎么样，欧洲自己就已经有非常多分歧的意见。所以何老师，你觉得现在这些意见是先喊出来，有点像是我喊出来以后就见光死了哈，打预防针，打预防针的概念是这样的吗？当然，我觉得
现在的俄罗斯哈，这个他会不会就是说乘胜追击？我认为这普丁如果普丁他是理性的，我认为他会停下来了，因为整个俄罗斯基本上他重返黑海之后，他在整个国际政治上面，他就取得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可以重回海洋。那所以他不见得要去恢复这过去在冷战时期俄罗斯他所控制的那样的一个广大的这样的一个东欧。那而且他也可能做不到，就是说再去把斯拉夫民族再把它统一起来，这个太困难了啦。你可能就必须要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见好就收哈。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法国跟德国会这样讲？我认为他们要增加国防预算啊，国防预算基本上你要师出有名啊，你不能讲说现在欧洲很安全啊，我德国很安全，我法国很安全，但是我的这个防卫支出，因为美国不要付钱了嘛。对不对？然后要增加很多的这个防卫预算，当然就跟赖清德一样嘛，就要讲说2027台湾很危险嘛，那你国民才会支持这个钱嘛。我现在德国跟法国事实上也有类似的，就是说我要增加国防预算，我要有个理由，那用这个东西做理由是最容易说服这个国内的人。现在带头的看到，当然就是以欧洲为主的几个主要国家，包括德国、法国，那英国也有角色啦。这个可是因为他们现在都非常担心啊，万一乌克兰